指甲颜色发紫，白色月半处发黑。可见脱发。三老爷这几日可有新的症候？有，这几日老爷总说头疼，而且身上痒得厉害，脾气也比之前暴躁。三老爷不是病发，是中毒。看来有人着急灭口了。这药方没有问题啊。求娘子明察。三老爷平时可有服用丹药的习惯？哦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这药罐里的可是正浸泡的药材。是。正是金氏之毒。殿下请看，这碗底沉着一层黑色残渣，正是丹药化开之后留下的。可这些金氏之毒的剂量还不足以致死吗？这点剂量对常人来说确实很难伤及根本，但三老爷身患杨梅疮多日，身体受损，这点剂量足以令他病程恶化，最终脏腑俱废，精神失常。说，谁指使你们给秦安下的毒？说！小的冤枉啊！小的是老爷的长随，老爷要是有什么事，小的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啊，万万不敢对老爷动手啊！平日里都是谁负责煎药的？啊，就是小的，但是每次的药都是钱府医亲自送来，我只是负责煎煮就行。老爷的药虽是我送的，但是每次都是经过老夫人亲自验看的，在下实在不知怎会有金氏之毒啊！把二人羁押下去，等找到下毒之人之后再做处置。不是，世子殿下，小的是冤枉的，世子殿下，小的是冤枉的，小的是冤枉的，世子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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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察呀！秦安还能活多久？少则3月，多则半年。能否为他解开金氏之毒？秦府的案子是一定要上报刑部的，这公文来回怕不止半年。虽然他丧尽天良，但难道你不想看见他活着，接受律法的制裁吗？好吧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秦老夫人对子孙一向溺爱，她为秦安做了那么多，为何忍心下那样的毒手？弃车保帅罢了，明显秦安已经保不住了。若想保住秦琛的前程，就不能让秦安活着上堂受审。若真如此，那为何不用更快的方式？这样秦安不仅不用受审，还能少遭罪。以秦安现在的情况，他若是想死，一时也死不了，还活得非常痛苦。若下毒之人并不是秦老夫人，她只是想让秦安饱受折磨呢？那这府里一定还有比我更恨他的人。之前我们推测，凶手杀害八姨娘，是为了引出刘春；制作鬼火是为了把我们引向紫竹林，而杀害刘春是为了牵扯出杨姨娘之死。那杨姨娘之死是为了揭开井底埋尸案。对，如果把这些案件的因果都倒过来推断，井底埋尸案是引发所有命案的根源。受害者家人当中定有知情者，所有发生在秦府的命案，说不定就是受害者家人的复仇。我们要尽快找出受害少女的身份。13具，整整13具少女的尸骸。
旭河，与我一起核验这3具骨骼的左右手骨，找出骨喉处有坠深骨痕迹的指节。是。找到了，左手大拇指第2节骨喉处有明显坠深痕迹。苍天有眼呐！我们终于可以让杨姨娘和她的女儿团聚了。杨家曾在主母失踪后发生火灾。对，杨氏的夫君就是在那场火灾里被烧死的。霍大人，哎，杨县卷宗为何对这场火灾的记录如此草率？只有关于烟火爆竹引发火灾的猜测，并未对现场有任何的描述。这个火灾时正临近年关，各县府衙都是最忙的时候，疏忽了，必须整治，必须整治。这些都是杨家邻居们的证词，我尚未看过，你看是否提及火灾之事？好。主子，我询问时，在现场有提过火灾一事，因为烧死了人，所以附近的百姓都知道。杨氏有2个女儿。对，生有6指的是小女儿，但是都说大女儿长得更像杨姨娘，长得漂亮又能干。火灾当日，她正好帮父亲送货，所以才逃过一劫。那大女儿身在何处？有人说她在烧成废墟的屋子前大哭了一场，磕了几个头就走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。殿下，秦府这几桩命案的被害人都是曾伤害过杨氏的人。八姨娘导致杨氏投井自尽，刘春是秦安的帮凶，这绝对不会是巧合。杨氏的大女儿如今已有20多岁，作为杨家唯一的幸存者，若是在这消失的10年间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母亲与妹妹，那她在得知杨氏母女的下落之后，完全有机会潜入秦府，伺机报复。可她是个孤女，又并非习武之人，就算能勒杀八姨娘，又如何能控制刘春？这连番命案，筹谋已久，牵扯颇多，就算他不是凶手，也逃脱不了主使的嫌疑。若能找到他，其他从罪人等不在话下。我二哥说，秦安常给杨氏画像。若大女儿长得像母亲，那找到了杨氏的画像，就有了容貌参考，方便府衙寻人。霍知府，即刻搜查秦安的院子及书房内外，找到杨氏画像。遵命。还请九娘子带好药箱，秦三老爷也该醒醒。喂药。老爷，喝药了啊！老爷，世子殿下，老爷不张嘴，这药喂不进去啊！换大的，关。是。
痛，我头好痛！你中毒了。中毒？杨梅疮可不会连手指甲都发黑，若不解毒，3日之后穿肠烂肚，活活疼死。救！快帮我解毒！快帮我解毒！想活命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！快帮我解毒！救！不想死就老实招认。那13个少女，可都是被你所害。不是我，我只是让他们把身子不好的处理掉。刘春，是刘春，刘春给他们喂的蒙汗药，然后扔到井里去了。你就让他们在井里活活等死？我也想给他们个痛快呀，可砒霜这东西有官府管制啊。禽兽！你先后在牙行买了13个丫头，这么多年，竟无一人家属来秦府探望，也无人过问他们的死，这不是正经牙行的做派。你是在哪家牙行买的？我说是清源典当行。可是分号遍布大周全境的清源典当行，他们知道我的喜好，会定期把拐来的女子送到我府上。一家典当行，为何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啊？名为典当行，实则是为了权贵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既收获了人脉，又掌握了权贵的阴私把柄。莫非那杨氏母女，也是被典当行拐来的？本来只拐了个小的，谁知道那杨氏爱女心切，一路找了过来。我去接货的时候啊，他们正要杀杨氏，这杨氏见到是我买了他女儿，便苦苦哀求要和他女儿一块儿进府。我见她生得貌美，便把他们母女俩一块儿都买了。他就是个傻子，那个小东西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我拿那个小东西吓唬他一下，他就什么都愿意干。你放开我！不要让这出手不入的东西尝尝钻心蚀骨的滋味。白凤，这个事交给白凤，让他再说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老爷，主子，你的手。确定小伤？别动，杨梅疮会经血液传染，晚星药香。是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失态了。秦安至今对自己的行径都毫无悔意，换做任何人都会欲杀之而后快。但这也不是我做错事的理由。你也是人，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奴婢见过殿下，九娘子。九娘子，之前奴婢说要送与娘子一把新伞，今日才在库房找到，花纹一样，颜色与娘子相称的。多谢，娘子喜欢就好。这等鲜艳的颜色，怎会与我相配？不喜欢扔了便是，何须为了一把伞浪费心神？倒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我刚出府不久，实在不便用这等鲜艳的颜色。
她不是秦老夫人最器重的贴身侍女吗？怎会连这种事都忘记了？采荷行事向来仔细，按理说不会有这种疏忽。不过，以我近些时日对秦府做的事，他能这般敷衍我，也是不易。若非在紫竹林碰上了他，重封枯井这事，说不准还能瞒得更久一点。老夫人呢，为了这口熏井心慌了2天。这不，今早霍大人一发话说勘察完毕了，就立刻让我带人把这口井给封上了。重封枯井，重封，这石板应该就是封井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我想，我们漏掉了秦府的第一个案子。是连夜案吗？不，是偷移镇妖石案。无论是刘春之死，还是引导我们去寻找杨氏母女的遗骸，凶手必须要移开镇妖石才可实施。所以，偷移镇妖石才是复仇的第一步。如此算来，凶手从准备到出手杀人，竟隐忍了这么久。是啊，10几年来，秦府上下只有刘春可以公开进出紫竹林。凶手想要不为人知的偷移镇妖石，必须要得到刘春的配合。可这刘春又是秦老夫人和秦安的心腹，想要获得她的信任可不容易。由此可见，凶手的心性、城府，着实不容小觑。可那镇妖石，至少需要4、5个壮汉才可移动。凶手就算有刘春相助，也不过是2个人，是如何能移开那重于1000斤的镇妖石？而且移开镇妖石后，他为何不立刻对八姨娘和刘春出手？他在等什么？恐怕是在等我们。我们？安阳侯府新娘案后，我曾发现有人在监视你。与其说是监视，倒不如说是等待，等待一个将他布局展开的机会。若没有你的勘验之术，八姨娘的真正死因会被秦老夫人给掩盖过去；若没有我这个亲王世子，新上任的暗察使霍怀信也不敢得罪秦府，凶手的计划根本没有办法推进。可正因为你我2人合作，让凶手的布局得以顺利实施，揪出了秦安这个罪魁祸首。凶手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，忍耐许久，要的就是一击毙命。如此说来，连夜与杨氏母女毫无关系，她的死并不在凶手的计划内。回想连夜遇害当晚，刘春赶到后，特意去看了死者的尸身，像是要确认死者的身份。连夜，说明刘春根本不知死者是连夜。连夜被害时，刘春肯定不在紫竹林里。可惜我没有办法得知连夜生前究竟见到了什么，逼得凶手匆匆将他灭口。去问问与连夜交好的侍女吧，或许能找到他去紫竹林的原因。殿下，殿下，秦府的库房和秦安的院子都搜查过，根本就没有杨氏的画像。是没有秦安题字落款的画像，还是独独没有杨氏的？别说题字落款了，就连女子的画像都没有。主子，这里。治安道在这后面，机关应是就在这附近。
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杨氏的画像距今至少8、9年，只需找纸张微黄的画卷即可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用管。嗯。都是秦安碰过的东西，别脏了你的手。没有题字落款，这画像倒是意境缱绻。这有个印线，于民，一指真假难辨的美玉。这秦府上下名字与美玉相关的，似乎只有秦琛了。这画中可是秦少夫人？不是。大嫂说，大哥心中另有其人，却没人相信他。原来并非大嫂多心。秦琛把画卷藏在这里，说明他也知道，这段私情是见不得光。主子，都搜遍了，没有一张正经的仕女图，定是秦安那家伙怕暴露杨氏的行踪，偷偷找人销毁了。杨氏的遗骸都已经挖出来了，还销毁画像做什么？殿下的意思是，销毁画像的另有其人。秦琛代掌庶务，刘春是秦安的心腹，他们2人皆有机会销毁画像。可惜没有杨氏女儿的容貌参照了。无妨，只要她还在府中，就必定跑不掉。杨氏女儿确有复仇的情由，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是怎么杀害刘春和八姨娘的呢？也许她不止刘春一个帮手，又或许，她只是从犯。眼下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凶手是如何移开镇妖石的。好，我这就重新勘察紫竹林。夹子，我知道了。世子殿下，可否请白将军检查一下这片竹林，看看是否有磨损和断裂之处？日后要用到白风时，无需刻意向我知会。多谢。好嘞。九娘子，请看，这里的多处竹子上都有凹痕，一看就是用刀刻成的，但只有这根竹子上留有一截断手。这割痕是控制手左位置，防止滑脱。这打结手法与制作鬼火的人相同。这么大块的镇妖石，比磨盘还大，就这几根竹子就能把它给移开？那就请霍大人眼见为实。凶手势单力薄，只有借助竹子反弹的力量，才能移动这1000斤重的镇妖石。将绳子绕到底部，在另一侧各缠1圈。去帮忙。
凶手将多根绳子绕过镇妖石底部，利用竹子坚韧的特性，将长绳2端分别固定在预先选定的竹枝上。待我数到3，我们一起推。1、2、3。按照凶手的方式，只需2人就可以移开镇妖石。哪怕其中1人是女子，亦可胜任。杨氏的女儿应该是在1年前混入秦府，笼络人手，帮他挪开镇妖石。霍知府，秦府1年前可曾买过下人？按人名册来看，秦府最后一次买人是2年前，都是给内宅的丫鬟。立刻盘查这批侍女，凡年20至25岁，无亲属往来者，一律押于管事院。若有重大嫌疑者，皆押至府牢候审。是，齐捕头，走。是，走。不能仅凭推测就抓人，我们现在只能推断，杨氏女儿具备有意欲杀的情友，她的帮手还未现身，若想定罪，还缺少很多证据。抓到了他，帮手自然就跑不掉，证据迟早都会有的。若他誓死不招，你又能如何？难道要滥用刑法？放心，我不会屈打成招的。白风，即刻率黑甲卫查封清源典当行，将所有人押至府衙大牢，一个都不许落空。殿下，别生气，我这样做恰恰是一举两得。杨氏的女儿只能通过清源典当行才能打听到杨氏的消息。清源典当行在各府当中都有线人，霍知府一旦开始查这批侍女的来历和出身，必定会打草惊蛇，两头同时行动，他们才没有串通的机会。我明白了，世子殿下尽管放手去做。一有消息，我就让白凤通知你。婉欣，送九娘子回去。是。婉杏，去给二哥报个信，我今晚要见他。是。快，跟上。放开我！跪下！燕池，别以为有朔溪军做靠山，就没人敢动你。老实点，清源的东西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好啊，我就喜欢惹那些我惹不起的。你替主子做的脏事，你主子敢认吗？带走。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走，放开我！姓燕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个小小的典当行老板，竟敢这么嚣张！查明这清源典当行背后的东家究竟是谁，和哪些高官权贵来往密切。是，统统带走。带走。起来。走。这药你一定要亲手煎好，盯着秦安喝下去，不要再让人动了手脚。要不是等着看他过堂，我才不愿意伺候他呢。忍过这段时间，咱们就亲手送他上法场。九妹妹，九妹妹，是我九妹妹。来了。九妹妹。二哥，里面坐。九妹妹，你给的药我一直吃着，药膏也都一直用着，已经好多了。你看，我看看。等吃完这副，就要换新的方子了。我今天请二哥来，是有事想请教。九妹妹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全都告诉你。二哥是否从未想过，我为何总向你问起紫竹林吧？
我一直没告诉你，莲叶被害的地方就在紫竹林。二哥害怕的是紫竹林，还是怕听说莲叶死在紫竹林？九妹妹，莲叶都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你就别再追究了。我一定好好对她的家人啊！二哥，人命大过天，在我这儿这事永远过不去。况且那人不仅杀了莲叶，还杀了八姨娘和刘春。若再不制止，这秦府恐怕还会有更多人死在他手上。他……这么晚，他来紫竹林干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大哥他不可能杀人呐！果然，那天我正急着找你看病，只是看见大哥进了紫竹林，也许大哥掌管府中诸事，向来严谨。莲叶明明死于凶杀，大哥为名声也好，为自身也罢，为何毫无作为？二哥可知大哥心中另有所爱？上房那几个丫头和霍大人说，莲叶比彩荷进府早，但老夫人直接越过莲叶，把彩荷提了一等。莲叶心里不服气，一心想找到彩荷的把柄。莲叶被害当晚，彩荷说是去针线房，莲叶紧跟着她离了院子。可是针线房的人却说，那晚既未见过彩荷，也未见过莲叶。身为老夫人最信重的一等丫鬟，又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彩荷那晚到底去了哪儿？九妹妹，你就别说了。请二哥告诉我，这画上的女子是谁？是彩荷。听说福林整日跟着你出诊，老夫人担心院里人手不够，特意买了2个丫头来帮衬着福林。这个啊叫婉堂，这个叫婉杏。大公子放心，我定将九娘子送到。近日府中不太平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说，我会帮你的。刚完工，我还顺手把这个花棚里的井也修上了，省得老夫人担心再有人掉进去。老爷的药虽是我送的，但是每次都是经过老夫人亲自验看的。九妹妹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复仇。彩荷是杨姨娘的女儿。
主子，杨县令补送的杨家册子到了。杨氏的夫君患有冒氏。冒氏是什么意思？以黄为赤，以苍为玄，难以分辨青赤之色的眼症，也会传给子女。不喜欢扔了便是，何须为了一把伞浪费心神？倒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我刚出府不久，实在不便用这等鲜艳的颜色。彩荷，少夫人慢点儿，亲家夫人就在老夫人那儿等着您呢。别着急，若伤着小公子，可就不好了。慢点儿，少夫人，走吧。你去找世子殿下，把彩荷的名字告诉他，他一听便懂我的意思。若他问起我，就说我去找霍大人，让他早些防备。是。你去哪儿？我出去一下。福临要问，你就说我去给我干娘送双鞋。大哥怎会在此？我在等你。我要去找徐和，大哥与我边走边说吧。九妹妹，你真是聪明，但是我不想见霍大人。婉堂跟你说了什么？二弟又跟你说了什么？二哥只是印证了我的猜测。九妹妹，我自问对你不错，请问能否放过我们？只要你晚一天告诉霍怀信，我今晚就带彩荷走。那大嫂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你母亲和你妹妹呢？事已至此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大哥为了彩荷，抛妻弃母，杀人弑父都在所不惜吗？若不是你，我怎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难道是我逼你杀了连夜，杀了八姨娘，杀了刘春吗？那是他们的报应。自从我知道了秦安的真面目，我就没有一刻不希望他死。他不配做我的父亲，他不配做人，他们全都该死！等会儿，我肚子有些痛，我去叫九娘子。不必惊扰九妹妹。要不少夫人先随我进去歇会儿，莫叔妹妹去把药拿来，安心一些。好。少夫人，请。大哥一心想带彩荷走，可你问过他的心意吗？他真愿意跟你走吗？彩荷是天下最纯洁美好的女子，我全心全意待她，她自然愿意跟我走。他为了复仇，整整忍了8年。如今，秦安那个罪魁祸首还活着，秦家3房还在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你觉得他能甘心吗？要复仇的人是我。他为了我的前程，早就已经放弃了复仇。他劝我去新兰为妻，为了让我攀上岳家，甚至放弃做我的妾室。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我怎么忍心让他连血海深处都弃之不顾？他若放弃了复仇，秦安的罪行暴露之后，他为何还要对他下毒？你可知道，
在大嫂药里下麝香的人，就是你口中善良美好的彩荷。你胡说！彩荷她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你若不信的话，大可以自己去查，看看是谁说你有神婚之症，谁让你的丫头去药库里取麝香，谁把下有金氏之毒的药交给齐安的长孙。他要的不仅是让所有伤害过杨氏的人偿命，他还要让秦家三房断子绝孙。住口！不允许你诋毁他，任何人都不行。九妹妹，对不住了，要怪就怪你太聪明。大哥，你不要再错上加错。我没错。住手！留他性命！晚幸，稍稍麾下影妻，护主来迟，还请九娘子责罚。走水了，祠堂走水了！祠堂，老夫人还在祠堂里呢，快走了！彩荷，彩荷在哪儿？彩荷，晚幸。快来人呐！着火了！快来人呐！着火了！快点！快来人呐！快点救火呀！着火了！别愣着，去打水呀！是，快走！救火！别！大人，这祠堂四处都喷了桐油，喝水没用啊！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？快想办法！是，彩荷，为什么不救人？彩荷呢？为什么不救人？现在火势太猛了，进不去呀！手秦安，你虐我幼妹，欺辱我母，烧死我父，害我家破人亡。大姨娘柳氏，害我母亲投井，管家刘纯，杀人害命，为虎作伥。老夫人佛口蛇心，我杨氏彩荷入府5年，直至今日才报此血海深仇。我要让秦安亲眼看着秦家断子绝孙，宁死不悔。新兰为什么会在里面？是彩荷把娘子骗过来的，救救娘子吧，她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快给我解绳子！晨儿，晨儿，晨儿啊，新兰还在里面，她都快生了呀，我那没见面的孙儿啊，孙儿啊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新兰，晨儿，晨儿，哎呀，快救救晨儿！快来人啊！有没有人啊？秦婉，快来人救火呀！秦真干的。没关系，不要紧的，先救火吧。我大嫂还在里面，她还怀着孩子呢。
若再不出来，恐怕就……小婉儿，小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听说秦府走水了，祖母担心死了，让我来这看看小婉儿。新兰，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快去，马上帮你解开。救新兰，救孩子。新兰，新兰，新兰，怎么样？肚子，孩子保不住了，救孩子。祖母，你等等我。新兰，我带你走啊。跟我走，照顾好他。对不起。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祖母。他已经死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仇人之间，又何必问为什么？可我的妻儿是无辜的。可谁让他们性情？我为你报仇，我为你杀人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你我之间都是假的吗？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，在我心里，你从始至终都是我仇人的儿子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父亲变成一滩烂肉，再和我一起下地狱！不！你骗我的！你说你是爱我的对吗？你是爱我的对吗？你是爱我的对吗？你说你是爱我的，你说。
孩还是女孩？是女孩，真的，快去看看。走，总算是双儿，太好了。我们先回吧。今日秦府多有不便，改日再好好招待郡主。啊，母亲，不看看小侄女吗？大哥只留下她这一点骨血了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一个丫头而已。走吧，母亲。丫头怎么了？丫头也是秦家血脉啊！这秦家人怎么回事？嫂嫂，你也都听见了。若你仍心存死志，你的孩子就要独自一人面对这冷漠的家，能否平安长大都不知道。你真的忍心将他置于如此境地吗？我要仙女大归，此生再不踏足这肮脏地方一步。以往看着秦琛也是翩翩公子的模样，想不到竟干出这等事来。他手中犯下3条人命，我原本以为他早已泯灭天良，没想到他最后会先救他妻儿。人心最是复杂难辨，彩禾本是受害者，最后却成了残忍冷酷的行凶人。秦琛为了一己私情杀人弑父，最后却仍抱有舐犊之心。如今他们一同沉入火海，这辈子的爱恨情仇就更难理清了。唉，秦府的事儿真是匪夷所思，难怪你俩都没时间理我了。不过主犯从犯双双殒命，此案也算是了结干净了。那小婉儿是不是有时间可以陪我啦？秦府前景堪忧，难免波及他自身，哪有心思陪你玩乐？怕什么？哎，要不然你搬来和我一起住吧，我还可以和你们一起断案。多谢郡主，但秦府如今声名狼藉，我不能再连累你被人非议。我不怕，谁要敢非议你，我拿鞭子抽他们。九娘子，秦府若日后败落，你可曾想过何去何从？我如今还没有心思想这些。待我日后入职刑部，你可愿回京助我？可还是祝你勘验，大案小案皆可参与。凡我力所能及，皆能参与。我求之不得。太好了，我也要去。你给我过来！成天就知道吃吃吃玩玩玩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个麻烦亲人？手劲怎么这么大呀？娘子，您今天不该一口答应跟世子殿下进京，有何不可？殿下即将任职刑部，有他相助，我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行勘验之事，还可出入刑部，寻机查探父亲的冤情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岂能错过？可您是未出阁的女子，你这般急切答应跟外男进京，不怕世子殿下起疑心啊？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毅沈思兴的大理寺校正洗冤录，我便找了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思兴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。你怎知戴着谢胄面具的人就是我？谢胄善变曲直，这世间除了你，还有哪位女子会戴如此凶恶的面具？他怕是早有察觉啊！那您还敢？
我亲眼见过他身上的伤疤，有多处是离开朔溪后天的新伤。除了戎狄，想必在大周也不乏预置他于死地的对头。他放着威风无限的朔溪少帅不做，偏要入职刑部，又一再示好于我，想必也有他的谋划。不论他目的为何，既然他敢用我，又对我有益，我何必瞻前顾后？想不到瑞王世子那样的贵人也有说不出口的难处。父亲生前惠及的亲友下属何止100人，一朝蒙冤，只有殿下一人仍赞誉父亲，不愧为一代青天。无论他是否心存试探，既然他肯说出这句话，我就领他的情。世子殿下是个好人。哎，娘子，要不我们索性把老爷的冤情告诉世子殿下？不可。燕世子是晋王的堂弟，父亲的冤情与晋王之子密切相关。如今我与世子尚可互惠互利，待真相大白之日，是敌是友尚未可知。所以无论他是否怀疑我的身份，只要他一天没有证据，我们就一天不能承认。秦安泯灭人伦，罔顾天道。秦琛与奴婢采合，是内乱通奸，残害人命。按律当资产没官，凡有隐匿财物者，当贼盗罪论处。是。世子殿下，哎，九丫头，九姐，你能不能去求一下世子殿下，好歹给咱们三房留点傍身的东西，否则你们姐妹3个都没嫁人呢，让这一大家子怎么活呀？母亲为何要求他？明明是他害的我们。若非你多事，祖母和大哥怎么会死得那么惨？沈娘，当初那些女子求活命之时，咱们秦府可曾有人放过他们？如今，你我又有何脸面求钱财傍身？民女，替那些受害女子的家人们，谢谢殿下。哎，多亏了你，他们才能沉冤昭雪。最不该谢我的人就是你。民女还有一事相求。但讲无妨。我大嫂产后虚弱，母女2人皆受不得惊吓，可否请殿下？放心，林峰院会待你嫂走大归之后再做处置。至于其他人，任谁说相，也休想免罚。母亲，我们走吧。民女多谢殿下体恤庇佑。别笑，小心他们看见了。民女知错了。真可爱。娘子，车已备好了。嬷嬷，这是治疗产后虚弱的，记得让嫂嫂路上服用。还有几副是调理脏腑的方子，按照我写的法子煎煮服用即可。亏得九娘子多方照料，我家娘子才能放开心事，待小娘子平安大归。老奴替我家老爷夫人谢过九娘子。嫂嫂身子尚且虚弱，不可如此。
吧。走。今日是最后期限，你这三婶赖着不肯走，呼天抢地的求我去找七哥说情，我才不会如他所愿呢。夫人也太狠心了，就算记恨我们娘子大闺，小娘子也是她的血脉啊，竟连问也不问一声。如此更好。从此往后，我女儿与这污秽之地再无半分瓜葛。嫂嫂这般豁达，今后定会诸事顺遂。今日一别，恐难再相见。九妹妹淑质英才，值得世间最好的男儿爱如珍宝。嫂嫂唯愿你此生能缔结良缘，琴瑟和鸣。多谢嫂嫂，但我更愿世间女子皆能待自己如珍宝，不必强求男儿的真爱。小婉儿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本郡主也是这么想的。还是九妹妹洒脱，我自愧不如。父母给予子女的，不该只是血脉，还应有养之情，教之责。若秦老夫人对秦安严加管教，秦安对秦琛有舐犊之情，秦家三房又何至沦落于此？若我是彩荷，我就把秦安、刘春一剑杀了，既痛快又解气，绝不会连累那么多人。若换作是我，定会尽全力找出他们的罪证，将他们绳之于法，以儆效尤，令他们的罪行昭然天下，世世代代受人唾骂。哇，还是小婉儿你更狠。好了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些糟心的事儿了。我祖母想你想得紧，要不你干脆搬来我们府里住吧。发生了这些事儿，你婶娘肯定会苛待于你。我孤身投奔于三房，若现在自顾自地去了侯府，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辈？你放心，等此件事了，我定会去探望大长公主。那你早点来啊。虽然你不放在心上，可我们家惦记你的，可不止我祖母一个人。主子，那当铺的人嘴还挺硬，用足了手段都不肯招。哦对，他们和京城貌似有书信往来，只可惜抓捕的时候被焚毁了，背后的靠山应该不小。先把账房放了。主子是要放虎归山钓大鱼呀？算你聪明一回。延迟。表叔先消消气。若不是你父王密信告知我遇刺之事，你打算瞒我到几时？我与父王早已是别人眼中钉，又何苦将表叔牵扯进来？况且此事主谋未明，父王亦无大碍，不宜将动静闹太大。胡闹！我与你父王在战场并肩杀敌之事还没有你呢，轮得着你庇护我？是。表叔素来虑事周全，又与父王有性命相托之谊，自然是不惧那些宵小。不过表叔，你就忍心将姑祖母也置于水火之中吗？想必你也猜到了，刺杀我父子二人的幕后主使，无非就是皇城那些。我此番回京，就是为了了结此事。若需要帮助，我定会向表叔求援。不过，父王那边还请您多去说说，让他以稳为上，谨防内乱。眼看就要年末了，你打算何时回京？庆元典当行一事收了尾我就走。毕竟圣上钦定巡查各州府刑狱之事，我总得恪尽职守啊。我实是不懂，你军功等身，进兵部是水到渠成之事，为何偏偏要插手靖王衙？
靖王兄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我知你与晋王情同手足，可晋王一案牵扯后宫私密，朝内无一人替他说话，偏偏你一个戍边的亲王世子要出这个头，你可知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引火烧身。表叔可知，数月前，我曾偷偷潜入京城调查晋王兄一案，绕到荆州之时，竟与远在朔西的父王一同遇刺。你父王未曾告知我此事。父王尚不知晓此事，可两地相距千里，何等人能布下此等杀局，同时刺杀我父子二人，就不怕军心动荡，边境不稳？你是怀疑晋王案与刺杀你父子的人有关？不好说，但基于朔西军兵权的人当中，知道我与晋王兄交情的，也不在少数。可晋王已定了是畏罪自尽，就连沈毅那样的高官孤吏也落得个满门抄斩。你出京守刑狱，进了刑部又能如何呢？兵法有云：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。如今我已有强主，总有5成把握。娘子，给世子殿下的药材快不够了。反正我们要搬到三夫人陪嫁的庄子上，路上再买点便是。世子殿下又不回朔西，给他的药材就算少点也不妨事吧。娘子，你攒的钱都快不够了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钱可以再赚，不可言而无信。还缺些什么药材？世子殿下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我听衙役说你们2人还没走，想请九娘子单独一叙。殿下是为了晚幸，为了尹妻而来。尹妻是哥祖暗卫，擅长打探消息和贴身保护。我担心秦府中有人对你不利，我送她进来，并非是为了监视你。殿下不必解释。殿下送尹妻到我身边，她却听我指令，说走便走，可见殿下曾命她视我为主。我自然相信殿下的庇护之心。九娘子果然聪慧。我有一事，想向九娘子请教。但说无妨。九娘子可知，沈毅、沈思晴为何被判满门抄斩？殿下贸然提起沈大人，是何用意？那九娘子可知，晋王因何入罪？民女久居幽谷，对京城之事一无所知。晋王乃圣上长子，性情如浑金璞玉，虽生母位分不高，却甚得圣上喜爱。疯传，宫宴之上，晋王借酒闯入后宫，对圣上最爱的瑾妃逼奸未遂，杀之灭口。皇宫守卫森严，怎容他一路闯入，又行此恶事？沈毅、沈思晴正因此坚称晋王无辜，被判徇私舞弊，满门抄斩。而后晋王于天牢之中畏罪自尽。难道父亲早知晋王安不得善良，才送我独自逃命？沈大人为官清正严明，不会无故为晋王开脱。我亦深知晋王性情坚毅，实是外圆内方之人，绝不会行逼奸之事，更不会畏罪自尽。世子殿下为何要告诉我这等皇家隐秘？我待晋王如兄如父，九娘子敬重沈大人如师长。进京之后，请九娘子助我，为晋王兄翻案，为沈毅、沈思晴证明。
世子殿下也想为沈大人证明，刚正如沈思清，不应因蒙冤受辱而亡。可你也应知其中艰险。你我二人同心协力，纵有千难万险，又有何惧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主子，九娘子同意了吗？当然同意了。哦，影琪走后，今后你来值夜。行。那之后，白天谁跟着您啊？你啊。不是主子，你这样会累死下属的。娘子放心，我们店里的药材都是上等上好的。最近啊，少吃点酸的东西，辣也不要喝啊。阿去，谁？这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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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夜里不睡觉，干什么坏事去？我干坏事，是别人干坏事，拿我撒气。掌柜的，这副方子帮我开10副。客官府上何处？小的这就给您送到府上去。不用，让他去就行。我，是。大夫，救救我孩子！救救我孩子！大夫！大夫，别那么抱着，把孩子放下！大夫，救救我孩子！再这样抱着就真活不了了，放下！相信我，我是大夫，去牵头牛过来。你这有牛没有？没有。你们谁家有牛啊？去牵头牛过来。哎呦，得去找头牛啊！等我，大夫，快救救我孩子！大夫。落水时间太久，来不及了。大夫，来不及了。这孩子，胸口尚有余热，去拿条春凳，还有枕头和棉被。要这些做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傅灵，去倒些皂角，裹了棉布拿过来。好。姑娘，我孩子还有救吗？我美丽时，应该还有一线生机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没事。大夫，把这皂角泥塞在孩子的破门处。好好好。凳子放在这儿。九娘子，你要的石头。石头放在这边。这头干嘛？让孩子趴在枕头上，肚子放在这儿。来风，像我这样晃动凳子。这是怎么做的？没见过。好的。娘子。牛呢？活了，活了！这个怎么？没事吧？牛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夫，去给孩子开些补气血的药吧。好，好。大家都散了吧。奇才，奇才呀！哎，你是小师妹？师兄，小师妹，果然是你啊！哎，哎，那人谁啊？哦，他呀，他
他是我们娘子的师兄，药王谷的师兄，平日里不太出门，就只知道治病救人，说话也颠三倒四的。殿下你可别见怪啊。师兄，行，去吧。哎呦，你这干嘛？哎，别动！怎么了？师兄妹，这师兄妹感情也太好了吧！给你2个时辰，给我查清楚这个师兄的来历。是。哎呀，幸亏你在谷中多穿男装，我这一时没认出来是你，嘴上才慢了半分。要不然闯大祸了啊！那这么说，以后我得叫你秦婉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师兄以后还是叫我小师妹吧。此事事关我的生死，还请师兄为我保密。我这久未出谷啊，没想到你身上发生这么多事儿。哎，要不你还是回药王谷吧，有师兄们护着，何必给人当仵作啊？以你的天资，成为一代大医，这才不枉此生啊！对我来说，行医与仵作之术都是济世救人。我一手生，一手死，行走世间，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。我呢，向来辩不过你，你不后悔就好。阁下是九娘子的师兄，在下孙木青，阁下是？在下瑞王世子，燕池。就是你让我小师妹当仵作的。本世子有幸啊。师妹啊，我观此人呢，神情俱佳，五官之行，格局不错，或许可以助之一助。师兄所言甚是有理。哦，对了，师妹，听说荆州有一个小医仙，医术十分了得，师妹是否认识？看来孙公子不知道九娘子就是传说中的小医仙。走了。师兄去哪儿？啊，我此番出谷游历，自是哪有名医就去哪。师妹啊，你今日这个逆水急救的法子我看了，不错啊，有进步。小医仙之名，当之无愧。待日后相遇啊，我们再一较高下。对了，师妹以后一定要多穿女装，甚是好看。走了啊。从未见过你如此高兴。我师兄好医成痴，与我一向聊得来。他为人洒脱不羁，若有不公，还请殿下不要介怀。洒脱不羁？原来你喜欢那般性情。当然喜欢。那你为何不留下他？我以为你不是这般扭捏之人。我为何要留下他？我说的喜欢不是那种喜欢。我在药王谷学习时，只有我师兄从未因我是女子而轻视我，也没有因为我天资好而极度排挤我。我视他如正友逆友，怎么你就会觉得男女之间就没有忘形之交吗？方才是我狭隘了，还望九娘子海涵。殿下是来跟我赔礼道歉的？诚心诚意的赔礼道歉。那你笑什么？我听你说到忘形之交，就心向往之。一生能有这样的坦然相对、不拘形迹的朋友，着实令人羡慕。越是身居高位，越难有这样的朋友，也不怪殿下想歪。那希望有朝一日，你在我面前，也能这般坦然自在。
那请殿下下次不要再擅闯我的马车。那得看我心情。哎，世子殿下。啊，小的们都已经放置妥当了。好，停车。怎么了？京城忠永侯府的人到了。二公子，这几箱……那你最好先不要露面。嗯，你也小心。去，去。来这边，都慢点啊。是。三婶，我万万没想到还能见到眼哥你，多亏了大嫂，还惦念着我们娘几个，这下总算是有条活路了。唉，我们三房走到如今这一步，你妹妹的婚事只能仰仗她大伯了。婶娘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妹妹们的。妹妹们？嗯。你是说双儿也能去京城？嗯。见过三婶和两位姐姐。这位，就是九妹妹吧？又是一别，九妹妹都出落成大姑娘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跟三哥见礼？见过三哥。此番行路仓促，这个玉牌啊，聊表心意。待回了京城，三哥再好好给你补份见面。京城？对，我这次来就是特意接三位妹妹回京的。那个孙木星确实是奔着小医仙来的，他一进荆州就到处打听小医仙，没提过九娘子。就是这药王谷的消息，2个时辰确实不够。主子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啊！随他去吧，这件事情先不用查了。啊？忠永侯世子秦衍已经到了荆州。这么快？啊，对，京城来信，太子妃的人选已内定忠永侯的嫡长女秦昭雨。秦衍此行就是来接3位娘子回京过年的。只接3位娘子？是。若是为了过年团聚，又怎会只接3位未说亲的娘子，却留下林氏和秦丽独守荆州呢？忠永侯不会想在3位娘子里挑个太子良娣什么的吧？太子刚上位，忠永侯这是着急用秦家女儿拉拢人心呢。他们若想回京过年，最近就得启程，越往北走越冷，若是碰上大雪，就更难走了。殿下，下官霍怀信求见。殿下真是英明神武，怪不得放走了庆元典当行的那个账房，他果然藏了一本账册。往达到账册后，连夜追查，发现荆州府有2户人家跟他们串通一气。我当即让齐捕头把人拿下，真当我这知府是个摆设。这账册和那2户人家都交给白风。霍知府，此次算是立了大功，我定会向圣上如实禀报。不，是殿下立了头功，下官就是跑跑腿，全靠殿下的高瞻远瞩和九娘子的鼎力相助。霍知府，这整理卷宗需要多久？大概半个月吧，正好秦案的批文也就下来了。7日必须做完。这若是霍知府能在7日内做完，这2个案件我都算你头功。不可，7日内一定完成。下官告辞。主子，
距离年底封衙还有好几个月，为何7日内一定要做完？白给他那么大一个功劳。你说呢？主子想和九娘子一同回京。钟永侯那边继续盯着，事无巨细，接报了。是。什么？再过4日你就要离开？这个钟永侯秦树怎么了？为什么越来越糊涂啊？你说用联姻顾宠的人家，能有几个能长久的？为了谄媚个太子，搞得大家过年都过得不安生。母亲，这种话还是不要说了。婉儿是个明白人，而且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不可以说的？大长公主，您知道的，以我的性子，在哪儿都能过得自在。我今日就是特意来向您辞别的，您放心吧，不必牵挂于我。京城呢，路途遥远，而且人情复杂，到了那边没有一个真正疼爱你的人，我怎么能够不牵挂？那等您养好了身子，可以去京城看我呀。福林，这个是我给您写好的方子，您只要每日按时吃药，保证心情愉快，多走动走动，身子定然能健朗起来。九娘子用心了，母亲不必担心，我这就去准备一些提己物。到了京城，不必看别人脸色，以九娘子的本事和心性，还有秦府如今的情形，回到京城，前途的确会更好些。钟永侯看上的男儿，有哪一个有好前途？小丫头，记住，如果你大伯给你胡乱许人，一定要争，不要在乎孝不孝顺的。如果真的遇到难事，记得叫人捎个信儿来，起码在皇上太后面前，我还是有一点脸面。多谢大长公主。为什么小婉儿非要走？我就她这么一个好友，她走了我怎么办啊？宁儿，又使小性子，那是秦家的长房，是他的亲伯父，咱们无亲无故的说不上话的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我有话要说。我想娶姑祖母若想护着九娘子，还不简单？我这儿有一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姑祖母和表叔表婶视九娘子如亲生骨肉一般，不如就让表叔表婶认九娘子为义女，这样姑祖母不仅多一亲孙女，钟永侯也不能随意插手九娘子的婚事，岂不一举两得？那小婉儿不就成了我亲妹妹了？我说，侯爷、夫人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七郎早就与我提起过此事，我自然是高兴的。夫人意下如何呢？儿媳也同意。好，大长公主，今日全听我的啊！咱们也不必大摆宴席，就请霍知府来做我们大家的见证。明日，侯爷与夫人就多了一个义女，从今以后呢，我就多了一位孙女，宁儿和青儿就多了一位妹妹了。从此祸福荣辱与我们侯府一脉相承。谢谢大长公主。小婉儿，太好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了。来，这边。
仔细着点啊！小婉儿，你叫声姐姐来，我就教你这袖剑怎么用。什么小碗大碗的？你呀，应该叫四妹妹。是，四妹妹。多谢姐姐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哥哥们送的都是砚台呀、医书之类的文雅之物，独你这个做姐姐的，竟送这种利器，那又何妨？我四妹妹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得有这种防身克敌的暗器才更像样嘛。宁儿是想得周到，毕竟婉儿是纤纤弱女，自己一个人在外，必须要学会自保的手段。宁儿求祖母、母亲开恩，准我随四妹妹一同回京。不可胡闹，快起来！我没有胡闹。祖母，我这般请求，一是因为四妹妹没有近身的护卫，若是遇上寻常贼人，以我的身手，完全可以保四妹妹平安；二是，我已经有10年没有回过京城了。我想在我嫁人之前，再回去看一看。你一个闺阁女子，说什么嫁人不嫁人的？母亲，你都已经暗中给我相看人家了，有什么说不得的？反正若是母亲不答应，我就不嫁人了。婉儿回京，母亲呢自会安排贴身的侍卫护她周全。你若是愿意呢，嫁人之后也可以回京啊。哎呀，母亲，您就别再哄我了。祖母当年也是持弓纵马的女中英豪，为何她嫁于祖父之后就再未回过京城？难道是祖母不愿吗？我是不是把你宠坏了？长辈的事情由得你编排。哎，就让他去吧。啊！哎呀，母亲，这孩子，宁儿的心思我懂的，就让她陪婉儿一起去吧。毕竟啊，嫁人以后自由自在的日子就没有了。多谢祖母，祖母，祖母最好了。小婉儿，我们可以一起去京城了。太好了！多谢祖母，多谢祖母。太好了，小婉儿。来，大长公主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嘘，叫祖母。祖母，这些啊，留着傍身用的啊。记住，对秦家的人，一个字都不要提。自己一个人在外，处处都要小心。知道吗？谢谢祖母。殿下怎么进来的？跟你二哥学的，避人耳目，翻窗而入。
殿下深夜私闯民宅，有违律法。谁是事出有因？今日发现庆元典当行与荆州驻军副指挥使有所勾连，我这才从驻地赶过来。可抓到人了？没有，那人听到些风声，提前溜走了。不过白风雨去追查。那殿下回来做什么？我本想与你一同出发，可现在看来，得再多等几日。所以，不知你是和秦衍一起走，还是等我一起？我是秦家女儿，还是跟着秦衍一起走吧，免得落人口舌，和周永侯不好交代。说的也是，自秦衍来后，我都不好以公事的名头留住你。这是瑞王府的令牌，你留着防身用。这等贵重的令牌我不能拿着，秦衍有贴身护卫，郡主也跟着我一同回京，不会出事的。若是遇到民匪一二，他们尚能应付；但若是官匪，他们绝没有我这令牌好使。冬日北边多有流民，也不乏有一些为虎作伥的昏官，你就把这令牌留着，当做护身符。那殿下要在荆州待多久？待我抓住那军中败类，我就来追你。放心吧。殿下英明神武，我没什么不放心的。我借你这梁太医用。你不能在这儿歇着。我天亮前就要赶回驻地，实在没力气再回侯府了。宁儿，哎呦，看看你这么鲁莽，还穿成这个样子，哪像个大家闺秀啊！我觉得宁儿穿成这样分外飒爽。母亲，我现在是小婉儿的贴身护卫，要是穿得太过繁琐的话，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月女侠，答应我，这一路上一定得小心。母亲，哥，你们不要担心我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走啦。你们要保重啊。保重。一定保护好自己就行。香儿啊，路上一定要听你三哥哥的话，不可再任性啊。双儿，切记，进了侯府之后，一定要守好本分。不可再像以前那般鲁莽惹祸啊。好。你大伯父呢？最重规矩。等你们进了侯府之后，一定要行止有度，万不可让人挑出你们的不是来。娘放心，女儿这一去京城，可就是真正的侯府娘子，看谁敢挑我的理。香儿，周管家，此去路途遥远，香儿，舟车劳顿，你千万不能在这般掐尖要强。
你那八妹妹，是你大伯娘的心头肉。进了侯府之后，你一定要收敛好自己的脾气，该低头就低头，只要奉承好你大伯、大伯娘，亲是不会差的啊！哎呀，女儿都知道了。婶娘，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有劳燕哥了。您就放心吧，3位妹妹的安危都包在我身上。好，跟你二哥辞行。我送你们。二哥，我走了。哦，九妹妹，九妹妹，二哥无能，这些年就攒下这么多，你别嫌弃啊。二哥，你这是何意？秦香有母亲护着，秦霜就算差一等，也不会太受苛待。唯独你在京城无依无靠，这些银钱留着你救急，给。这就够了，全当是你给我的枕巾。九妹妹，二哥，如今3房就靠你了。不管你是嫡子还是庶子，在我心里，你始终都是我二哥。九妹妹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。我走了。爹娘，女儿终于可以如愿进京了。无论害你们的人如何位高权重，女儿都会竭尽全力，令你们沉冤昭雪。君主，你喝。你们2个跟我来。还未到冬月，怎么会这么冷？好端端的非要弃了水路，这穷乡僻壤连辆车都顾不到，前往还能赶到驿站吗？且忍忍吧，越往北走越冷，过几日运河上冻了，就行不得船了。还是郡主见多识广。这么冷的天，小婉儿还要站在那儿看多久？娘子，封地里站久了容易着凉，我们进去吧。这茶酥啊，是我们这里的特产，小娘子们莫嫌弃啊。来，喝热茶。小婉儿，这挺好吃的，你快尝尝。云雾山一带盛产茶叶，这儿的茶酥果然别有风味。郡主，各位妹妹，马车总算是找到了，但是天黑的比较早，今夜只怕得在附近找个地方投宿了。店家，哎，这附近可有供我们落脚的客栈？哦，前面就有一家，客官们沿着官道一直往前走，穿过三元村就到了。只是，怎么了啊？只是近几个月这三元村它不太平，客官们要是去啊，最好早点动身，等天黑了就太危险了。店家，这三元村怎么个不太平？听说呀，这个村呀它闹妖怪，天黑了它就会出来吃人的。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？就是，有我在，什么妖怪都不怕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郡主不必听信这些乡野闲言。马车已经停在路口了，郡主还有妹妹们就上车吧。
当点儿。我们还是走吧。朗朗乾坤有什么要管？就是。再说了，还有我呢。小婉儿，走。小白，走。哎呀，贵人们远道而来，快里边请。哎呀，这眼看就要大雪封山了，我这儿啊是最好的去处了，上房最干净，贵人们尽管放心。来，里边请，喝杯热茶嘛啊！哎，请。掌柜的，赶紧安排一下，都饿坏了啊！哎，好。来，先喝。来，掌柜的，往里走。这村里的大门上为什么都挂着大蒜和兽脚？这些是做什么的？是。我们之前听说，这附近闹过妖怪。公子既知道，那我就不瞒着了。这里后山原有个大茶园。生意很是红火，可半年前呢，那茶园里连续死了好些人，做工的年轻人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踪影。找到尸首的时候，5脏6腑都被掏空了。哎呦，死的那叫一个惨啊！会不会是山里的猛兽伤人？猎户们把云雾山都快翻过来了，也没见到猛兽的影子呀。出了这等大事，官府都不曾过问吗？查了，官府查了几个月，啥也没查到，这才传出了茶园妖怪吃人的说法。不过贵人们放心啊，自那茶园关了以后，已经1个多月没出过人命了。可我们又不是妖怪，这村民们为什么对我们虎视眈眈的？哎呀，村民无知，说是因为外人来的太多太杂，带了不干净的东西进村，才惹出这些祸事来。所以啊，这3元村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翠大娘，我的翠翠呀！你慢点，翠翠啊！你让祖母可怎么活呀？我的翠，小妹妹，快，后边的跟上！翠翠啊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翠翠。慢点啊！老冯家成绝户了。此话怎讲？老夫是村东的冯老太，儿子女儿都被妖怪弄死了，
只守着一个孙女过日子。看这样子，哎，老天保佑，我这客栈千万别出事儿啊！九妹妹，此地不可久留。让那些外乡人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让那些外乡人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大胆刁民，休得在此放肆！滚出去！王村长，这是做什么呀？叫这些外乡人滚出去！咱们三元村啊，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，他们这些外乡人一来，翠翠就遇了难。他们这些外乡人要是留下来，下一个死的不一定是谁。让这些外乡人滚出三元村地界！所有人听令，护好女眷们，将这些刁民通通拿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耍横是吧？让他们滚出去！让他们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三哥，此处民风彪悍，若真冲撞起来，难免会有伤亡。九妹妹莫怕，些许刁民还不是侯府侍卫的对手。上！哎，别去，不行。住手！孙神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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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把您给惊动了？师兄正在给冯老太看诊，听见你们闹事就着急过来。这大雪将至，这个时候赶人，不是把人往死路里逼吗？可是他们可以住百草园。不行不行，万一给您惹来灾祸呢？不会。师兄，孙师兄，哎，都退下吧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咱们传说中药王谷的大师兄孙皓月，叫人。今晚见过大师兄。师兄，这是咱们的小师妹，秦婉。自从你学成出山之后啊，咱们师傅最喜欢的就是她了。小师妹好。原来二位是九妹妹的师兄啊。在下是婉儿的三哥秦衍，今日有幸与两位药王谷的神医在此相遇，不胜荣幸。秦公子，这就出发吧。好。去哪儿啊？咱们去师兄的百草园，这儿都不让你们住了，还能去哪儿啊？少主，您回来了。董叔，来陪我吧。夫人可好？好着呢。这几位是我朋友，麻烦安排下住宿，我去看看夫人。好。还神医呢，未免也太无理了些。我家夫人有重病在身，少主一向是亲自照顾，从不假手于人，并非有意轻慢各位，还请诸位见谅。孙神医伉俪情深，令人敬重。这宅子里面地方很大，诸位尽可随意，就像是在自己家中一样，千万别客气。多谢。来，里边请。公子这边请。哎，师妹，姓燕那小子呢？他怎么敢让你一个人独自入境啊？师兄又胡言乱语，燕世子又不是我的护卫，总跟着我算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多亏是皓月师兄，要不然你们几个就露宿街头了。哎，所以姓燕那小子呢？师兄，你怎知大师兄住这儿？哦，我告诉你啊，自从我离开荆州之后啊，我便听闻这云雾山里面有个仁者仁心的孙神医，哎，我就慕名而来。结果这一见面，你猜是谁？就是咱们的皓月师兄啊！哎呀，你说自从他学成出山，我们已经多少年没见了？这次相遇，就是咱们的缘分啊！咱们兄妹三人一定要好好的切磋一番。好，小婉儿，快点！来了。哎，走走走。
痛死我了！治疗药方，白果。幸亏你大师兄有这样大一处宅子，这要跟在船上一样，跟你2个姐姐挤在一起，我真的要骂人了。此处虽清冷了些，但意境却极好。听说大师兄的夫人身子不太好，这儿倒也适宜嫂夫人静养。你大师兄不是神医吗？怎么连自家夫人都治不好？神医又不是神仙，自有医不了的病。娘子、郡主，董叔把被褥送过来了，我去给你们铺上啊。福良，你把我的给我吧。啊，来。不是，那个，郡主，我来给你铺吧。哎呦，不用了，你给小婉儿铺就行了。我们去园子里转转吧。不去不去，今日起的实在是太早了，我要补眠。这世上本无妖怪，可冯家孙女的手臂干如枯骨，麻布和木板上毫无血迹，分明死尸已流尽全身精血，又岂是人力可能做到？那殿下要在荆州耽搁多久？待我抓住那军中败类，我就来追你。放心吧。若有世子相助，我定能让那妖怪现原形。可是，他何时才能赶到啊？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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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子，要不要歇一会儿？不行，眼看又要下雪，到时候选路马跑不快，就更难赶上他们了。可您都骑1天马了，哪有那么娇气？撤！